你知道一向严谨的日本人曾犯过最让人啼笑是非的错误是什么吗？你相信随手一丢弃的硬盘却价值1.4亿美元吗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，或许每个人都因一些失误让自己非常懊恼，然而有些可怕的失误却价值上亿美元。那么今天就带大家盘点一下世界上真实发生的10大最昂贵的失误。第一个让人瞠目结舌，第10个丢失的比特币。当加密货币比特币于2008年首次发明时，在当时几乎很少有人看到它的价值。最初这种数字货币仅以每个0.8美分的价格进入市场，因为当时的人们接受力非常缓慢。但英国人詹姆斯·豪威尔斯却看到了它的潜力，在2009年前后，他在他的笔记本上大约开采了7500个比特币，以防万一以后这些货币涨价，他将所有硬盘保存了下来。然而豪威尔斯在2013年的一天，这些硬盘却被他不小心当垃圾扔了出去，被埋在了成千上万吨的垃圾场里。不出所料，在2013年比特币突然暴涨，这时他拼命想试图找回丢失的数百万美元，结果毫无疑问是失败的。但真正伤口撒盐的还是到2017年，每比特币价值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19783的峰值，这意味着在某个垃圾场地下埋着1.48亿的破硬盘。不得不说，这是一场代价高昂的春季大扫除。第9个，日本股市破产。在股市，就算是非常专业的金融经纪人，可能有时也会因失误买错市场造成巨大损失。但这位日本职员造成巨大损失的原因却是因为打错字。早在2005年12月，日本经纪公司瑞穗证券想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以61万日元的价格出售一股 JCOM 公司股票，但糟糕的是，它不是以61万日元的价格上市一股，而是以1日元的价格上市了61万股。虽说交易所不允许以1日元出售，但最终还是以最低价57万2000日元全部售空。到当天交易结束时，瑞穗损失直接达到407亿日元，大约是3.36亿美元。一向严谨的日本人只因一点错误，让全世界人啼笑是非。第8个，彩票损失。大多数的人梦想都是中彩票大奖，但对于英国一位朋友来说，梦想似乎照进了现实。在2012年10月的开奖中，开出了惊人的1.45亿大奖。当所有彩票者都满怀心切看是不是自己时，其中包括的一名70岁的女士出面承认自己扔掉了丈夫的中奖彩票。她声称她每周都去买彩票，然后总是在记事本上留下号码。当她发现是自己丈夫中奖时，才意识到彩票已经无处可寻，被丢弃的奖金本可以让他们衣食无忧，而梦想在现实中似乎是照歪了。相信他们再也不会乱倒垃圾了。盘点史上最严重的10个昂贵错误。第7个，天津港大爆炸。在2015年8月12日晚上11点半，天津港口突然发生了一系列大爆炸，大到引发了2.9级的地震，甚至在太空中都能看到爆炸本身，一重夺去了近200人的生命。但导致巨大爆炸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？据说在当时10点50分时，提前40分钟，在滨海新区的一个仓库就发生了火灾。但可怕的是，这里存放了大量危险易爆炸化学品。事实证明，要求公共建筑建在危险场所1公里以上的法规根本没有遵守，并且没有一个人意识到是有多么危险。最后因为仓库储存人员的不当引起化学品着火，导致爆炸的威力超过280吨 TNT 炸药，数百座建筑物和等待码头运走的大量汽车几乎全部摧毁，直接间接损失超过100亿。第6个，挑战者灾难。在1986年1月18日，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从卡纳维尔角发射场升空，在所有系统和天气看起来都不错的时候，飞行了仅73秒后，意外发生了，包括里面的7名航天员全部遇难，数百万人通过电视直播观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重大航天飞机事故。最后调查发现的问题震惊了所有人，火箭助推器的菱形橡胶圈旨在防止了气体溢出，但在发射当天因为气温较低，它们在升空不久就破裂，使其加压气体泄漏，最终导致结构失效引发爆炸。而当时 NASA 菱形橡胶圈工程师就曾拒绝批准火箭发射，因为他担心菱形橡胶圈在低温工作的能力，但 NASA 并没有听警告，导致了这场在当时超过47亿美元的空难。第5个，上海莲花公寓倒塌。在当时，上海莲花公寓是一个雄心勃勃的项目，却因为一个简单的错误以彻底失败告终。该住宅区由11栋新建的高层公寓组成，但在2009年6月27日凌晨5点左右，其中一栋13层楼突然倒塌，但奇迹般的避免了多米诺骨牌效应。该事件导致1名工人死亡后，调查发现，这起奇怪的事故是由于不符合施工标准和一些劣质地基所造成。建筑下方的泥土被挖掘出来，建造了一个违规停车场，且堆积到了附近河岸，然后河岸在压力下爆裂，水从地下涌出，最终导致建筑物倒塌。但据说在当时，只要把这些泥土运走，就能避免这场事故发生，因此导致了超3000万美元损失。你知道史上最昂贵的错误都有什么吗？第3个，虎门大桥。说起虎门大桥，大家可能都不会陌生。早在2020年5月，因其一场抖动导致封闭，至今还有限制。虎门大桥是广东省境内一座连接南沙区和虎门镇的跨海大桥，线路全长15.76千米，是珠三角地区公路重要组成部分。但就在20年，桥体发生一场抖动而紧急关闭。经调查，据说是由于风速大和桥边水马导致。后来撤掉水马虽说有所减弱，
但依旧有轻微震动。第二个，塔科马海峡大桥，耗资640万美元的塔科马海峡大桥，早在1940年就开通使用，是当时的世界第3大悬索桥。但在建造过程中发现，桥梁在大风条件下竟然开始垂直移动，而建筑工人却不顾一切地继续按照设计进行，并给这座大桥起名为奔腾的戈壁。就在大桥向公众开放4个月后，它就轰然倒塌到河中，其原因就是发生了一种叫气动弹性颤抖的剧烈扭曲，导致这座大桥瞬间倒塌。第一个，圣水大桥，在韩国汉江上的圣水大桥是连接韩国2个地区的重要桥梁，但这座1000多米长的建筑在1994年10月21早上遭受了灾难。这座大桥在数百人的重压下挣扎，在7点40突然一个48米长的大块桥体掉了下来，导致在上的32人因此丧生。经过一系列调查发现，这座桥已经收到关于不稳定地基的投诉，并且施工存在很大问题，因为报告指出支撑中央悬架的钢栈桥接头焊接厚度是8毫米，而不是正确的10毫米。虽然这座桥设计最大能承重每辆车36吨重量，但重达47吨的卡车每天也行驶在桥上上下班。综合因素导致了这场灾难的发生。